不好！有刺客！有刺客！其他人听动静好像是没有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玉洁，玉洁，玉洁！玉洁，玉洁！你，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是的，你是军统，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你就是猎鹰暗杀队？是的。你要杀我？你不该死吗？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伯爵，伯爵，
都准备好了，伯爵。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树和林小将。明白。小林科长，请，这边。您请，请坐。来，你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是，弃暗投明。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哦，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来。小林科长。团长。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是。小林科长，请你相信，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她的牌。哟西，请他进来。是。进去吧。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舞。
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沪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另一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透个气。原来如此啊！陈阁下一定要保密。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这是怎么回事？是，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哎，头，怎么回事？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谁的小船？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怎么回事？出事了！炸弹！走，出去看看。不用麻烦了。不好，刺客！陈部长，有人袭击贡丸，我们保护您和夫人，马上撤离。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是那一线，是那一线。喂，我来了。他来了！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是。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是。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你二位藏在桌后，守在大门桌子后面，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其他人听动静好像是没有。来人！来人！快来人呐！玉姐，玉姐，玉姐！玉姐，玉姐！你，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是的，你是军统，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你就是猎鹰暗杀队？是的。你要杀我？你不该死吗？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
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说吧，说什么？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进京五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哦，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是这样。兄弟，我该说的，我求求你，放我一马吧！刚刚你说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任何人都发恐，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是偶然事件。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在对进入上海，就非常严密了。我见过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你要杀死我吧？我只杀汉奸。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李志群，夫人节哀。李主任，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
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胡科长，李主任呢？在公馆。踏下脚印。是。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2层书房。啊，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2层书房。哦，是这样。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就这样，保卫组长2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2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2名守卫。当陈文翰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很不幸，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李主任，老胡，怎么回事？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园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粤朝会舞厅。什么？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你快去看看。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是。可袁田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
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仅仅3个月，上海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之极。我们不但损失了2位政府要员，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课课长小林元少佐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荔枝所带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哦，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觊觎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袁田长官，我能说2句吗？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过，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10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翰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哦，你怎么能确定？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4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翰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7、8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智群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请长官放心。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驾到！
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国民政府之法币。金木君，你好像很愤怒。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新政府发行华兴券，这不是件好事吗？元军，你不太了解，海军在之前的对华作战中获取了大量的法币。我们贯彻军部以战养战的方针，利用获取的法币在市场购买军需品，保障军队日常开支以及战争供给。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是这样。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这是为什么？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我明白了。换句话说，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雅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我明白了。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分赃不均。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所得不同，引起了矛盾。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敕先生共同签署了这3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作，达到彻底的统一。诸位，当然了，用华兴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2年、3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特使阁下，市长阁下，幸会。啊，幸会。
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小田受益匪浅，茅塞顿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师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师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来，请。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干杯！师长阁下，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令爱吧？是的，小女月心。幸会，幸会。特使阁下，这位是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不，师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10年呢，还是100哎年？呀，真想不到英之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英之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之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原来如此，怪不得。师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他的坏话，他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之你跟师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非常乐意，我与师长阁下一见如故。是啊，我是求之不得。师长阁下，今晚你说的哪般？这是我的荣幸。来。英之小姐，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成为朋友。我很乐意。好。金田将军，欢迎特使阁下。老师，秦牧同学。不，特使阁下。秦牧同学，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青木弘一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秦牧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原来是特使阁下的学生。原来如此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呐。金木君，嗨，这位是？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场。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特使阁下过誉了。双英不敢枉担文人2字，不过是后学莫进，
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哦，原来是这样。那严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非常精辟。特使阁下，还是叫老师吧。是老师。燕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阿二郎大师之下。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请老师一定要相信我，燕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阿二郎大师之下。青木君，你过誉了。平田阿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燕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秦木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施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原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安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是的，请部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哦，真了不起啊！燕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我听到了。刚刚青木长官说到，燕军的剑术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有意思，论名气。燕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世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有道理。既然燕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燕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青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在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这算是强加于人吗？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既然如此，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燕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军，我们走。秦武军、燕军，请等一等。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既然燕军与世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燕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难道燕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带。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剑道服和竹剑。是。走去看看啊。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青木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燕军，你说什么？一会儿你会明白的。燕先生，剑道服取来了。燕军，请。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军与世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赐教。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哼！山本56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包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怎么了，爸爸？给你中国人加油叫好的不曲啊！你看看，人家日本海军就在给叶圣英鼓掌呢。好，怎么了？是这个家伙这么厉害，不愧是平田大师的儿子。好，燕军太漂亮了！好，燕军就这么打！世军获胜！可惜啊，真是太可惜了。刚刚那一下明明可以击中似的，燕军为什么不动呢？好，非常好。燕军和世军都是剑道高手，当然，最终还是世军技高一筹啊！燕军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青木君，比赛进行到这个份上，不是恰到好处吗？何必太在乎输赢呢？特使阁下，我不能不说，获胜的并不是我，而是燕军。啊？你说什么？他赢了。虽然你让了我，但是我并不领情，今后还要请教。如果世军有时间，尽可以来找我。一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刚刚过剑时，燕军曾2次闪到我身侧，完全可以击中我，但是他却悬剑未发，而且最后一击我并没有击中燕军的身体，只是打中了他的剑身。当时出剑的速度太快，你们在台下没有看清楚。
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今天是特使阁下的欢迎会，金井阁下才是主人，我不可能为了一己盛面破坏本来融洽和睦的气氛，令主人扫兴。太棒！边军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你不仅仅是高手，而是高手中的高手。怎么样，边军？我早就说过吧，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连特使阁下都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下你可给我们海军挣足了面子。青木君，我去换衣服。这次我们奉天皇陛下旨意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2个目的。第一，是与维新政府签订关于华信银行的有关条约，
并且抓紧印制华兴券。特使阁下，华兴券作为新型货币，没有任何实物货币作为后盾，其实际情形与军票非常相似，而它又不像军票，有军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但总算还可以使用。华兴券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我担心这种货币会很难流通。袁天军，兴亚院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行华兴券？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讲真话了。所谓发行华兴券，只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的计划。特使阁下，您说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你们都知道，去年初，海军陆战队抓住有利战机，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占领了上海，获取了几十亿计的大量法币，用于日常开支、军事购买以及战争保障。然而，陆军则不同，艰苦作战攻克了南京和扬州等地，可在战争中得到的实惠却很少。是的，这件事，陆军部长曾经多次提到过。由于法币稀缺，目前我们陆军不得不使用军票作为日常开支、军购以及战争保障的主要货币。然而，军票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几乎无法购得军需品。那些商人只有见到法币或黄金、白银，才会提供所需商品。用军票购买，他们会推说货品不齐，或干脆没货，这令我们非常头疼。是的，鉴于这种情况，陆军司令部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几个假钞印刷厂，大量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假钞，并通过各种途径用假钞购买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利用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帮会组织，在华中地区半年时间里，用假钞套购了近1000吨黄金。然而，在不久前，这一情报被美国间谍侦知。一旦此事宣扬出去，那么国际影响将会非常恶劣。因此，陆军司令部与兴亚院经过密商决定，发行华兴券来掩盖印制假钞的真正目的，将几个假钞印刷厂合法为印制华兴券的印钞厂。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的偷梁换柱，将假钞合法化，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原来是这样。特使阁下，这件事海军和其他兵种知道吗？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他们的做法对海军及其他兵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法币失去功效，海军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此，此事属于陆军与兴亚院之间的绝密，绝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事情将无法收场。兴亚院为什么宁可得罪海军，却要支持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呢？兴亚院执行的是天皇和内阁的旨意，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法币，再以日本军票替代之，用假币搅乱市场，令法币最终失去信用，这是最简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现在懂了吗？是这样。
袁天军、Lisa，陆军情报部梅机关和76号特工总部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印钞厂的安全。1个星期后，日本的铸模专家将从东北乘火车抵达上海，开始制造华兴券的模板。你们必须秘密安排专家的保卫工作，绝不能出丝毫的差错。请特使阁下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到万无一失。3天以后，将有1吨黄金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批黄金就是用假钞换来的。押运计划定名为黄蜂，为掩人耳目，我以兴亚院的名义调集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丽萨，你的76号特工人员也要参加押运。是。你们下去后立刻安排这件事。是。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2个目的。是的。那第2个目的是什么？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是的。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是。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在小镇周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庄园，定居下来。他们便是洪万里以及手下的卫士。据说洪万里率卫士们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在龙虎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而后便与卫士住在周围，护卫宝藏。据我们内线得到的可靠消息，这批宝藏数量之大，足以支持我大日本皇军20年圣战的军费开支。20年的军费开支，这消息可靠吗？时间一年年过去，天王卫队的卫士们在龙虎山中开枝散叶，很多人娶了当地人为妻，生下了子女。南丁仍然编入天王卫队，延续守保的任务。洪万里死后，其子洪迎春承袭了永王之位，继续守护这笔宝藏。10几年前，这笔宝藏终于惊现世上。哦，这笔宝藏曾经出现过。是的，当时一位名叫于秀清的年轻人来到孙殿英军中，将秘密告知了他。这位年轻人便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了青龙集，与洪迎春的天王卫队展开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然而，孙殿英和于秀清也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孙殿英被刺身亡，据说也与此事有关。
那么，又是什么人把这些事情告诉特使阁下的呢？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冈原信吉。回国后，曾任天皇的经济顾问。他在临终前将此事奏禀天皇陛下，天皇陛下非常的重视，这才授予我制定了金百合计划，并斥止在华的各军兵种及特务机构紧密配合，以期尽快找到天国宝藏。此事惊动天皇陛下，应该是绝对可靠。这是当然。世君便是为这项绝密计划而来。由于该计划牵涉历史文物及盗墓掘坟等敏感问题，天皇陛下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能公开进行。我与世君此来，便是为了秘密协调各方关系，为计划铺平道路。经多方考察，我认为陆军情报部与76号特工总部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非常适合为即将实施的金百合计划担任总支援单位。因此，我决定由我、世君、原田君和 Lisa 组成金百合计划领导小组，全权负责。该计划的实施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天国宝藏。感谢天皇陛下和特使阁下的信任，我们一定竭尽全力。非常好。这是金百合计划的详细情况，你们看看吧。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请特使阁下放心。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请特使阁下放心。好，我们下去吧。是。
上面有人吗？没有。肯定是通风口的铁篦子脱落下来，砸在保险柜上，这才触发了警铃。叫人把通风口修好。是。好了，我们走吧。特使阁下。怎么？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意思？这个铁篦子是内向卡口，除非通风口的外圈全部脱落，否则它是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的。李主任，把话再说清楚一些。是有人从上面的通风管道将铁篦子碰掉下来的。特使阁下，有人打开了保险柜。你说什么？你们看，把手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刚刚特使打开保险柜时，是用钥匙转动后拉开柜门，并没有使用把手。不错，这就说明有人在我们走后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此人不知道关闭警铃的开关，这样就导致了警铃响起。是谁？是谁潜入了我的办公室？李主任，请你立刻下命，命令你的手下把守宴会大厅的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出。好，我立刻去办。特使阁下，请你通知负责警卫的海军陆战队封锁整个联络部。好。这件事情。出什么事了？一定是国权暴露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太急，等一等再说。这样的事情，我来和他们讲一下。诸位，在5分钟前，有人闯入位于2层的办公室内，企图盗取机密文件。这样实在是太大了。此人现已被我们困在楼内，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混在今夜的来宾中。因此，现在由李主任率领手下按照今晚与会者的名单核对人名，以便尽快找出这个人。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李主任，要找出来，要来找。开始吧。是。开始。这位先生，您的名字是？
请问您的名字是？我姓曲，叫取你命。追赶，一定要抓住他们！是。外面发生了爆炸，一定与你有关。为什么？现在上海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方面的猎鹰暗杀队，专搞暗杀和爆破。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问你，刚刚你做什么去了？上洗手间啊。他们在找你，我说的不错吧？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你不承认，我就叫特务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好啊，用我帮你叫。哎，你过来一下。你疯了！先生，什么事儿？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等所有人清查完了，你就可以走了。好，谢谢，不客气。怎么样，满意了吗？不满意，我可以把他再叫回来。哎，别，不用了。我知道你是重庆方面的，说实话，你是军统还是中统？我是马统。马桶？是啊，我到卫生间做马桶，你却非要问我是中统还是军统。那你大声做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哎，你问了我半天，我也问问你，你刚才跑出去干什么？
我刚才看见你从侧门走了出去，所以就跟出来找你啊。找我干什么？稀罕你呗。欣欣呐，哎呀，你在这儿啊，我这一通找啊。哦，严先生，可把我急坏了。你一直和那个日本狐狸精眉来眼去的，哪有时间管我？你看。介绍一下，这位是英芝小姐。好，幸会。燕君，原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青木君，我与张小姐闲聊了几句，让你担心了。是先生，特使阁下。是先生，燕先生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名单上是有的。可第一遍点查时怎么没有看到啊？严先生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吧？叶双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待在这儿，哪儿也没有去。刚刚我在门前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燕君落下的。对不起，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从来不戴戒指。是吗？可我看指环的大小与燕君的手指很接近，是不是？请燕君试戴一下。燕君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戒指不是他的，你没听见吗？一个黄口庶子在这里颐指气使，仗的是谁的势？时君，不得无礼，还不向燕先生道歉？请大家看清楚，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专门用来切割玻璃的。刚刚特使阁下的办公室被盗，歹徒就是用这枚戒指割开1层卫生间的窗户玻璃，从外墙爬到2层卫生间，而后从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特使阁下的房间行窃。青木长官，事关重大，请您谅解。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歹徒从我们眼前溜走吧？抓捕歹徒的不仅仅是你们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我们海军陆战队
也责无旁贷，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凭什么怀疑我的朋友是歹徒？很简单，除了我与燕军，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难道仅凭你的凭空臆断就能够确定燕军是行凶的歹徒？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刚刚大厅中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行凶的歹徒，他已经逃走了。那些人不过是疑兵。我认为真正行窃的人仍然会在大厅的来宾中。他潜入办公室偷盗未遂，触动了警铃后回来将戒指脱掉丢在门前，然后又迅速地混进了大堂的宾客之中。你有什么证据呢？没有，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的。正确结论就是你们放走了歹徒，却要将责任推到我朋友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秦不军，就请燕军试戴一下，大家安心吗？这算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赖我的好友，你们蛮不讲理！你们陆军这样做是在仗势欺人吗？你当众令海军蒙羞，我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我们以退场表示抗议。世君，你也太多心了。秦牧长官的好友，怎么可能是行窃的歹徒？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秦牧军，如果我不试戴一下，恐怕施先生是睡不着觉的。啊，燕军，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你的侮辱。我绝不能眼看着他们如此对待我的朋友。你忘记了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这样的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请把戒指给我。还要再试试吗？特使阁下，金田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对，给个交代。对，要有个交代。你这个混蛋，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燕军，
对不起了。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秦牧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特使阁下，已经查到，有4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伤害了帝国的威信，必须从速查出元凶。是。